60岁以上的旅客搭飞机竟然藏着15项免费的隐藏福利。很多银发族以为出国搭飞机无非就是花钱找罪受，腰酸背痛，不敢多喝一口水，行李超重还要被罚钱，每次旅行下来都只能一路隐忍受罪。然您知道吗？从今年3月开始，一项航空新规正在悄悄改变这种情况。只要您或家中长辈年满60岁，就算买的是经济舱，只要肯开口，其实可以享受到许多隐藏的免费 VIP 级服务，让您舒舒服服出国去。在航空公司眼里，60岁以上的旅客其实就像一张隐藏的黑卡，早已准备了一系列专属福利，只是不会主动告诉您。如果不知道开口要求，这些权益就会白白浪费掉。尤其今年3月起，许多航空公司和机场都开始强调适老化服务，等于联手送给银发族一份飞行大礼包。我们就来深入揭开这15项隐藏福利的真面目，别再让您的权益白白流失。首先，最直接的隐藏福利就是为高龄旅客准备的敬老票价。许多长辈其实能买到打折的机票，却因为不知道而多花了冤枉钱。其实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航线，很多航空公司都有针对65岁以上旅客的秘密折扣。例如在台湾，政府规定国内航班的65岁长者票价可以半价优惠。例如一些国际航空公司，例如美国联合航空，在订票系统中也提供长者折扣选项。只要您在购票时勾选乘客年龄超过65岁，系统就会自动显示优惠后的票价。这些隐藏版的优惠平时不会大张旗鼓宣传，但其实早已默默存在。所以订机票时一定要留意是否有银发族优惠或长者票价选项。如果网站上看不到，不妨直接联络航空公司询问。现在有些航空还推出长者专属的限时方案，折扣幅度甚至比一般早鸟票更划算，甚至允许长者携带同行家人一起享有优惠。例如长者本人票价8折，同行子女亲友也可享9折左右的折扣。不要害羞，主动问一句，往往就能省下好几千块机票钱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福利。再来，第2项隐藏福利在于座位安排。您是否以为不花钱就只能乖乖坐在随机分配的座位？事实上，只要善用银发族身份，飞机上的好座位也能免费争取。许多航空公司在办理登机时，若您主动提出希望坐到较方便的座位，例如靠近走道、靠前排的位置，地勤人员通常会尽量帮您安排，且不会另外收费。对行动较不便的长者，他们更愿意提供伸展空间较大的座位。如果您有膝盖不适，需要常上洗手间等情况，务必提前告知。您很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就坐到了比原来舒适得多的位置，甚至有些时候，长辈搭机还可能获得意外的座位升级。如果经济舱没有坐满，空服员也许会主动将长者挪到一排空位区域，让您可以整排坐得更舒展。又或者遇到班机客满、舱等超卖的情况，航空公司在协调时往往愿意优先照顾年长乘客。曾有长者因为行动不便而被迫力升到商务舱休息的案例。不敢保证每次都能升等，但只要您觉得座位太拥挤难受，都值得试着礼貌地提出需求，说不定航空公司就能给出惊喜的安排。接着，第3项福利是机场提供的免费代步服务。很多长辈出门最怕的就是机场又大又要走很长的路，但其实您完全可以善加利用轮椅协助服务。现在几乎所有大型机场都能免费提供轮椅，只要您提前向航空公司申请，或在现场向地勤人员提出需求，就会有专人推着轮椅带您办理报到、安检、到登机口，甚至登机座位，全程不需要自己辛苦走动。许多长辈可能觉得自己不是重病患，不好意思坐轮椅，但其实年纪大了，难免腿脚没那么利落。机场动辄要走几公里路，与其逞强走到腰酸腿软，不如大方使用这项服务，把体力省下来，旅游观光更值得。除了轮椅，许多国际机场里也备有电动代步车，也就是高尔夫球车那样的小电瓶车，专门接送行动不便或年长的旅客穿梭长距离。当您过安检后，如果登机门很远，地勤也许会安排电瓶车载您前往。如果机场没有固定巡回车辆，只要您需要，
一样可以请求工作人员协助，他们会想办法推轮椅或派车来帮忙，确保您不用自己走断腿。这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，不需额外付费，甚至不用给小费，因为这本来就是航空票价包含的服务之一。善用代步服务，不仅省力，还能节省宝贵时间。很多时候，使用轮椅通关的旅客还能直接走无障碍通道或快速通关专用线，几乎免去了漫长排队的煎熬，省体力的同时也免除了久站之苦。第4项福利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那就是亲友陪同您一起进入机场禁区的权利。一般来说，没有机票的人不能通过安检口，但如果您是高龄旅客，需要家人搀扶或协助，许多机场都愿意核发陪同通行证给您的亲友，让他们可以一路陪您到登机门口再离开。这项隐藏服务对长辈来说相当贴心，子女或亲人可以帮忙提着手提行李，带您找到登机门，陪您一起等到快要登机时才道别。有了家人在旁，长辈在繁忙的机场里自然心情踏实多了。申请陪同通行证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在您办理报到时，主动告诉地勤人员您需要有人陪伴，他们通常会请陪同的家人出示身份证件，登记后就发给一张特别通行证。凭这张证，您的亲友就能跟您一起通过安检和出入境检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国家或机场出于管制未必提供此服务，但在北美等地相当普遍。即使在亚洲，多数情况下，只要您说明长者需要照顾，工作人员也会通融让一人陪行。如果实在无法核发通行证，航空公司也可以安排地勤人员全程引导您过关，但有熟悉的家人陪伴总是更安心。这项福利真可说是满满的人情味，不少第一次听说的人都惊呼，原来还有这种好康。第5项福利涉及过安检和通关的便利。年纪大了，机场安检一些繁琐步骤其实可以简化或优先处理。比如在美国，如果您年满75岁，安检时通常就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脱鞋、脱外套，除非安检设备发出警报才会进一步检查。事实上，美国在最近也全面取消了强制脱鞋的规定，让长者通关更加轻松。而在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，机场也会对高龄旅客网开一面，有的设有长者专用的快速安检通道，有的虽没有明定，但您只要向工作人员表明行动较慢，往往会被礼让优先通过安检。看到安检口大排长龙，不妨询问下是否有针对行动不便者的爱心通道，很多时候答案会让您惊喜。通过安检和出入境检查时，长辈也有一些专属的小技巧。首先，如果您的身体内有植入金属，例如人工关节或装了心脏节律器，务必主动告知安检人员，他们会为您采取替代检查方式，例如手持探测器检查或人工检查，让您不用勉强通过金属探测门，以免仪器哔哔作响或对设备造成影响。其次，如果您长时间站立有困难，可以请求在一旁坐着等候安检，他们也会体谅安排椅子给您休息。入境时亦然，有些机场海关对高龄者提供礼遇通关，甚至有专门窗口。别不好意思，勇于说明自己的需求和年龄，海关与安检人员通常都非常乐意提供方便，让长者以更轻松的方式完成繁琐的手续。第6项隐藏福利是许多长辈已经默默享受却不自知的，那就是优先登机权。搭机时大家都不喜欢拥挤的排队上飞机，但对行动较慢的长者来说，能够优先上机就方便多了。其实绝大多数航空公司在登机流程中，会在一般旅客之前先邀请需要协助的乘客登机，这当然包括高龄旅客。有些航空会直接广播，行动不便或需要更多时间的乘客可以现在登机。如果您听到这样的通知，不用怀疑，走上前去即可。即使有时候广播没有明说长者，您也可以主动向地勤人员表示自己动作比较慢，想先行上机安顿，他们通常都会同意并引导您提早通过闸口。优先登机对长辈的好处非常实在，您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在宽敞无人的机舱内安置行李，找到座位坐好，慢慢系上安全带，不用担心后面有人等您而手忙脚乱。如果需要协助放置行李架，空服员也能有空从容地帮您。先上飞机还有一个隐藏优点是，可以优先向空服员提出各种需求。
例如，有长辈一上机就先跟空姐要了枕头和毛毯，为自己铺好一个温暖的座位小窝。又或者，您可以先跟空服员打声招呼，说自己身体较弱，他们在起飞前就会特别留意您的状况。这些都是早一步上机才能享受到的贴心照顾。第7项福利是机上饮食方面的贴心安排，就是特殊餐点服务。许多长辈都有自己的饮食禁忌或健康需求，例如糖尿病需要低糖饮食，高血压适合低钠餐点，或者牙口不好希望食物软一点。其实各大航空公司早就备有各种特别餐菜单，让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订。只要您在起飞24小时前提出需求，登机后空服员就会在送餐时特地拿出为您准备的特制餐。常见的包括糖尿病餐、低盐餐、软质餐，适合咀嚼困难者、高纤维餐等等。当然也有各类宗教餐、素食餐选项。虽然这些并非只针对长者，但许多银发族朋友可能不知道，经济舱原来还能挑餐点。如果不提前选择，您可能得忍受普通餐里的高油高盐。其实只要动动手指提前预约，就能吃到更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餐食，而且都是免费提供的。记得在订票或起飞前联络航空公司安排特殊餐，您的胃会感谢您的。第8项福利则跟吃吃喝喝有关。许多长辈为了避免频繁上厕所，常常在飞机上不敢多喝水，也有人怕麻烦空服员，肚子饿口渴了就自己忍着。但其实经济舱里头有不少免费补给品可以善加利用。首先，水分的补充很重要，您不需要局限于发餐时那一杯小小的饮料。如果觉得口干想喝水，大可以随时按服务铃，请空服员给您送上一杯温水或者整瓶的瓶装水。有些航空在乘客要求下会很乐意提供整瓶水，这样您就能在座位上慢慢喝，保持水分不缺。不少有经验的长者一上机就先跟空服员要一瓶水备用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。再来，万一路程中感到肚子饿或者血糖有点低，也千万不用不好意思开口。大部分长途航班都备有零食、吧台或加餐选择，您可以问问空服员是否有饼干、面包、水果或者小点心。他们通常会拿出预备的点心，让您垫垫肚子。有的航班甚至准备了泡面、巧克力这类小食，供乘客索取。当然，每家航空提供的零食不同，但基本的面包、饼干多数都有。如果您觉得正餐分量不够吃饱，也可以礼貌地询问是否还有剩余餐点。运气好的话，空服员可能会再给您一份。这些续杯、加菜的服务都是免费的，善于提出请求，您就能舒舒服服、不饿肚子、不口渴地抵达目的地。第9项福利是空中服务人员为银发族提供的特别关怀。空姐空少可不仅仅是送餐递水，他们其实接受过专门训练，随时准备在机上照顾乘客的各种需求。对于年长者，他们往往特别留意，如果您在机上感到任何不适，例如头晕、胸闷，请务必立即告知空服员。他们携带有简易的医药箱，可以提供基本的药品或氧气瓶，让您缓解不适。在国际航班上，还有机会透过机上广播寻找专业医生乘客来协助，所以千万不要忍耐或逞强，身体不舒服就按服务铃，他们会尽全力帮您处理。空服员也能帮助长者解决许多小麻烦，例如您如果听力不好错过广播，随时可以询问他们航程资讯。餐点包装打不开，他们很乐意帮忙撕开。拿餐盘或饮料时手不稳，也可以请他们端给您。去洗手间时怕站不稳，可以请他们在旁协助或守在门口以测安全。总之，您在机上的任何需要都可以大方提出请求。空服员为了乘客安全舒适，本来就应该提供协助，特别是对行动较弱的长者，更是他们服务的重点对象之一。善用服务铃和您的礼貌微笑，保证旅途能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。第10项福利是在航程后段为长辈们提供的专人协助服务。当飞机抵达转机地或目的地时，如果您需要帮助，其实完全可以请求机场或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引导。举例来说，您独自一人需要转机赶下一班飞机，航空公司通常会在您下飞机时安排地勤人员举牌等候，引导您用最短路径赶到下一登机口。
不让您迷路耽误。只要您的机票行程是连贯的，航空公司有责任确保您顺利转机。年长者更是他们特别照顾的对象。您在航班上可以主动询问空服员转机资讯，必要时他们会通知地面提前协助。如果您是飞抵目的地，下机后同样有贴心服务等着。一般来说，使用了轮椅协助的旅客在下飞机后，航空公司会派员一直推您到入境大厅或行李提领处，确保您安全交给接机家人。如果您没有事先申请轮椅，但临时觉得需要帮助，也能在飞机即将降落时请空服员代为联络地面，安排人员或轮椅在廊桥口等您。有些大型机场还设有一站式老人协助的服务，专人陪您通过海关，领行李，一路送您出到接机大厅，才放心离开。总之，从下机到离开机场，长辈们都可以要求充足的协助，不必独自拎着行李艰难前行，让专业人员扶您一把。您会发现，原来通过陌生机场也可以轻松自如。第11项福利是保障您的权益不受突发状况影响。飞机难免有延误或取消的时候，很多长辈遇到这种情形常常不知所措，甚至默默在机场苦等。但其实航空公司对于航班异常有一套照顾乘客的规定，尤其会优先关照老年乘客。举例来说，如果班机因故大幅延误，您有权利向航空公司索取餐券或茶点，填饱肚子再等候。如果延误到需要过夜，航空公司通常必须免费安排旅客的食宿，这时长辈更要主动站出来争取，不要自己将就过夜。一般柜台人员在旅客很多时未必顾得上每个人，您只要出面说明长者无法在机场过夜的困难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优先为您安排旅馆休息。再比如转机时，如果前一段航班延误导致您错过下一班机票，航空公司有义务免费帮您改定后续行程的座位，不需要您另外掏钱重买机票。长辈们尤其容易紧张，但记住这点，只要不是您个人因素造成的误机，所有改票费用都应由航空公司承担。当您遇到这类状况时，请第一时间前往航空公司柜台或登机门寻求协助，说明您年纪较大，需要特别照顾。对方通常会加倍用心替您处理改航班、安排行李等问题，甚至可能提供额外的礼遇来安抚您。善用这些权益保障，您就不会在旅途中因突发状况而自乱阵脚。第12项福利是机场休息的礼遇。长时间候机对长辈来说很累人，不过有一个环境舒适的地方坐着休息，就能大大减轻疲劳。有些机场特别设置了银发族专用的候机室或座椅区域，提供柔软座椅、热茶以及志工协助。如果找不到类似设施，您也可以试着向航空公司地勤人员说明您的状况，请求使用贵宾室休息一下。航空公司的机场贵宾室原本只开放给商务舱或会员，但在特殊情况下，例如航班长时间延误、转机等待特别久，或您身体感到不适时，不少航空公司愿意通融，让年长旅客进入贵宾室暂时休息。里头有沙发、免费茶点和安静的环境，能让您恢复体力。曾有长辈在转机等了8小时，向柜台一提出需求，就被带进贵宾室照顾，免去了在大厅干坐的痛苦。当然，这是各公司政策而定，但试一试无妨。万一成功了，就等于免费享受到贵宾级的待遇。第13项福利是让需要特别医疗辅具的长者安心出行。年纪大了，有些人会随身携带氧气瓶、呼吸辅助器、睡眠呼吸机、CPAP、轮椅、拐杖、药物、针剂等医疗用品。您可能担心搭飞机时这些东西不好携带，但其实航空公司对必要的医疗辅具提供许多方便。首先，大部分医疗辅具都可以免费带上飞机或托运，不计入行李重量限制。比如您的折叠助行器、拐杖，空服员可以帮忙收纳在机舱衣柜或座椅间空隙，完全免费。再如睡眠呼吸机、携带式制氧机，只要事先告知航空公司，并在登机时出示医生证明，他们都允许您带上飞机使用。空服员还会协助安排靠近电源插座的座位，方便您插电。至于必须随身携带的药品和注射器，只要数量合理，并有医嘱说明，安检和海关也会允许您携带，不会没收或另收费。此外，
如果您的个人医疗设备需要特别照顾，例如轮椅电池需要安全包装等，航空公司也有相关协助措施。他们可以在您办理报到时提供协助包装或指导，确保您的医疗器材安全登机。有了这些保障，长辈们可以放心把必要的辅具用品带在身边，不用担心在旅途中得不到所需的照护。第14项福利是贴心的长者专线服务。在这个网络订票、自助报到的时代，许多长辈可能不熟悉高科技，但这并不代表您只能求助无门。许多航空公司都有专门的客服热线或柜台服务，耐心协助银发族解决各种问题。例如，订票时网页看不懂，您可以直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，说明您需要人工协助购票。对方通常会一步步指导，甚至代为完成订位，并提醒您相关优惠。又比如，您不会使用自助报到机，在机场找到服务人员，表明您需要帮助，他们就会手把手为您办好登机证、托运行李。现代的航空服务越来越强调友善长者，只要您愿意开口，无论在电话中还是机场，现场都有人乐意为您提供人工服务，让您即便不懂高科技，也能顺利搭机。看完上述种种，是不是颠覆了您对搭飞机的想象呢？原来长辈搭飞机可以享有这么多贴心福利，粗略算一算，足足有15项之多。从买票、选座、报到安检，一直到登机、机上服务、下机通关，每个环节都有为银发族量身定做的方便与照顾。许多过去让长辈头疼的麻烦事，如今都能用这些隐藏福利迎刃而解。可惜的是，据经验估计，超过90%的高龄旅客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么多权益，也难怪有人感叹长途飞行是花钱找罪受，那是因为他们错过了这些本该属于他们的礼遇服务。但现在您已经掌握了这份银发族搭机秘籍，下次陪父母、长辈出国，或者自己年过60再旅行，就尽管大方提出您的需求吧。请记得，这些福利都是航空公司早已准备好的，只等您开口来享用。年长的旅客完全值得被温柔对待，毕竟岁月的累积正是您宝贵的资产。别再让您的权益白白流失，善用每一项服务，将会大大提升旅途的舒适度与安全感。60岁后坐飞机，其实可以是种享受。当您看到其他乘客还在排队流汗、忍渴挨饿，而我们的长辈已经坐在前排盖着毛毯喝着热茶时，您就会庆幸自己提前知道了这些好康。从现在起，让我们一起告诉身边的长辈朋友们，航空公司偷偷给长者准备的15项隐藏福利，可千万别再错过了。祝所有银发族都能开开心心的飞向世界，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 VIP 待遇。